年轻男子跪在自家烤肉炉前，感谢心爱的烤肉，帮他在短短10天内就和这个新认识的美女办理了结婚，登记成了夫妻。男子名叫福山健太，天生异性缘不好，从小到大一直单身，连相亲都没成功过，每次都被放鸽子。他特地订了个超潮的西餐厅，想请他网友山口千寻女孩一起喝下午茶，没想到白等了一阵，就收到他发来的一条信息：我会晚一点到的短信。健太觉得说会迟到往往是爽约的征兆，于是他决定自己先行离开比较妥当。没想到一出门正好在餐厅门口碰上了赶来的千寻。千寻长得甜美且谈吐彬彬有礼，健太一见钟情于可爱的千寻，于是不由自主地带着她来到了他常去的烤肉店。这里的客人多是大叔，环境也满是烟雾，完全不适宜年轻人初次约会。但千寻并未显得不高兴，还积极加肉来吃。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健太说这家店用白炭烤肉，所以要多等会儿。在等的时候，健太跟千寻说，这种用白炭慢慢烤的肉味道绝了。看千寻那么认真听介绍，健太想起曾经和同事来这儿的情形，他曾满心期待介绍自己爱吃的烤肉，可对方完全不感兴趣。但这位女孩却一点也不看不起他，反而接过健太递的烤肉，一片又一片。见过几面后，两人抽空又约了几次，每次都去吃串烧。正当健太期待感情发展时，一纸调令让他心凉。健太将被调往静冈工作，刚萌芽的恋情就遇上异地难题，健太没了信心，无法维持与千寻的关系。深思熟虑后，他注销了账号。几天后，健太下班时发现千寻在他公司门口，他把调职的事告诉千寻，认为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。没想到千寻突然提出，我们要不要结婚呢？结婚。千寻常常被说很冷漠难以亲近，但遇到健太后，他想改变这一切。千寻意识到自己不再想和其他人，只想每天和健太一起吃饭，即使健太要去静冈工作也无所谓，可能一开始只能周末见面，但想到将来能够成为夫妻，共度余生，一切难题似乎都不是问题。他们迅速完成了结婚登记，健太也立刻调职至静冈生活。每周末，千寻都会坐新干线去见健太。健太租了个单身房子，相对于东京，这的房租便宜多了，而且这儿的院子特别适合他实现梦想，就是在家能摆个火炉，跟太太在院子里享用烧烤。健太今天准备烤肋排，这是他昨晚提前腌好的。他用叉子在肉上扎了些小洞，接着撒上黑胡椒和盐调味，然后把洋葱磨成泥，将肉和调料一起装进密封袋，仔细按摩使其均匀腌制，再将其放入冰箱过夜使味道渗透，最后对着冰箱深深鞠一个躬，让冰箱帮忙让肉更美味。第二天千寻一到，就可以开始烤肉了。用炭火烤制，肋排一上烤架就飘香了，等肉面炒火，烤到冒油响声就可以翻面了。这是这对新婚夫妇第一次在家烤肉。千寻直接用手啃起一块肋排，味道真好，带骨的肉香甜多汁，很好吃，啃肉带来一种野生的自由感。接着喝一口冰啤酒，这种小事也能让健太感到幸福。趁炭火未灭，健太又端出了一个小铁锅，锅内抹上厚厚黄油，倒入面糊，冒泡后就翻面，再放些冰淇淋、彩虹胡椒和点橄榄油。这是千寻在外面甜品店体验不到的味道，软糯暖和与冷爽相交，彩虹胡椒释放出柔和香气。千寻尝了一口便停不下来，他一口接一口把整盘吃完。他俩一直待在院子里到天黑，仅仅10天前还互不相识，我们竟然真的作为夫妻坐在这里了，感觉这样的时光真是奢侈。健太正打算进房间烧水，想让千寻好好泡个澡休息，但千寻说他要坐新干线回东京，原来他没打算过夜，他明早还有个公司会议。健太的脸上流露出苦涩，他心中的周末时光似乎还有些遗憾，但好在下周末他们还能见面，下周该和千寻吃点啥美味的呢？这还是我头一次这么盼望周末快到，都挺爱吃烤肉的。30岁的健太和美女千寻认识不到10天就领了证，因为健太调到静冈工作，他们成了只能周末见面的新婚夫妻。但健太还是很高兴，手机里全是和千寻的通话记录，他忍不住跟同事们炫耀一番。不过健太最近一直烦这件事，我在考虑第一次约会去哪好，因为是闪婚又异地，所以几乎没怎么交往，也没有正式约会过。之前见面就是去烤肉店吃烤肉，这让健太不知道千寻的爱好，连对方是爱猫还是爱狗都不清楚。当然千寻也因约会时忧虑着要穿啥去约会呢。感情小白千寻特地向同事请教，终于等到周末见面的日子，也是他们第一次正式约会。健太早早就在车站等千寻，他今天的目标就是牵上心爱的老婆的手，一想到这心就砰砰跳。
千寻今天选择了粉色连衣裙，她看起来特别温柔，皮肤白里透粉。见太小鹿乱撞，止不住的笑。见太带千寻游览了当地景点，两人在此留下了首张合影。我得把这照片设为手机壁纸，简直就是家传珍宝。接下来的计划是两人必吃的烧烤，为此见太还特地写了个行程表。他说想珍惜与千寻的宝贵时光，今天的烧烤地点换到别处，而是打算去城市的露营地。他们先到超市采购了花枝、大虾等食材。此外，见太还拿来了同事钓的章鱼。一到露营地，见太迅速搭好了帐篷。他原本想让心爱的妻子坐着喝啤酒等饭，但千寻坚持要帮忙，于是见太安排他去切菜。那我们就来做超棒的蒜蓉料理吧。首先把平底锅放在点着的炭火烤炉上，倒些橄榄油，炒香蒜末，接着放入油渍鱼和一个鹰爪椒，加小丁章鱼和处理好的大虾、花枝统统倒进锅里，再加角瓜、香菇和切半的小番茄，最后加入腌制用的橄榄油。等食材都煮软了，橄榄油和汤汁一起沸腾时，撒点香菜提香，就可以开吃了。虾和章鱼超级鲜美，弹性十足，一口蘑菇吃下去，感觉真奢华。这菜做得太好吃了，简直让人忍不住要吃光整锅，感受夏天的微风。外面吃美食，喝着啤酒，千寻随口提议买法棍面包配一下。见太立刻拿出意面，直接把熟意面扔进锅里一搅，加上橄榄油，美味的意面就做好了。意大利面已经全被汤汁包裹，融合橄榄油的美味都集中在这盘面条里，好吃的没法形容。对健太来说，户外烧烤不仅仅是烤肉，还得有创意才足够有趣。这时，一个拿着渔具的年轻人走过来，正是那位给健太送章鱼的同事。健太连忙站起来介绍，这是我太太千寻。这是健太和千寻首次用太太和先生互称，两人不由自主脸红了。夜幕降临，他们点了篝火聊天，篝火映着他们。健太又想牵千寻的手，千寻却突然大口喝了啤酒，然后拉过健太的手贴在脸上。尽管先婚后爱，还是异地恋，千寻并不觉得每周末乘坐新干线看见太有负担，反而觉得这将成为甜蜜的回忆。他期待今天的约会，兴奋的一晚没睡，感觉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期待。千寻边说边把头靠在健太肩上。健太意外地发现，原来结婚竟如此幸福，这带粉色泡泡的画面真是太甜了。谁来救救我啊？他认识没10天，女孩竟然说要嫁给这个从未恋爱过的30岁男生，还打算过着异地婚姻生活。他们一结婚，千寻就每周末坐新干线去见丈夫健太，两人一起享受烤肉晚餐。他那天就又坐车回东京了，因此他们至今只是牵过手的夫妻。对健太来说，能娶到这么美的妻子已经是人生最大的幸运，所以他每周最期待的就是见千寻。但这周千寻打电话来说工作太忙，这周不能来静冈县。即使健太想去东京做晚饭给他，他也没答应。健太越来越觉得危机重重，他居然通过电话听到一个男性亲昵地叫千寻的名字。难不成他们刚结婚就要面对婚姻危机？健太突然发现自己对千寻的朋友圈一无所知，连他爱看的电影、听的音乐还有最爱吃的食物都不知道。他还算是个合格的丈夫吗？就这样，健太满脑子乱思乱想，什么也干不成。于是他立刻买了车票赶到东京，背着一大堆包裹在千寻的办公楼下等。因为要加班，千寻的上司服健小姐决定请大家吃饭。既然健太也来了，众人就邀请他一同参加。你想吃点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健太从包里掏出腌好的鸡肉。于是这顿晚餐就变成了家庭烧烤派对。健太把以前在东京的同事户田也叫来了，这是户田首次见到健太的妻子千寻。锅烧热后倒点橄榄油，然后就可以把腌好的鸡肉皮朝下放进去煎，不仅香料的味道立刻喷发，滋滋的声音听着也挺棒的。大家都说这熏鸡肯定美味，但其实这菜做得出奇的简单，用鸡腿或鸡翅膀都行，去掉骨头，肉面上撒点盐、胡椒、蒜蓉和辣椒粉，还有百里香、肉豆蔻和牙买加胡椒，再淋上些橄榄油，用手适度搓匀所有调料，就这样腌上。腌料的种类可以变换，按个人喜好调整，加点香菜或肉桂也挺好的。煎的时候要特别控制火候。没错，用炭火在户外烧烤，味道绝对更佳。这样可以把美味的含氨基酸的汁液封存在肉里，鸡皮烤得金黄酥脆，肉质则鲜嫩多汁，香料的味道在嘴里层出不穷，简直是配酒的极品。一边吃肉一边喝酒，加班累死都值了。鸡肉搭配烟秋葵和生姜，还能去腻提味。这道菜是健太以前跟户田一起吃饭时发现的，觉得好吃就自己琢磨怎么做。先用热水把秋葵和生姜稍微焯一下，
趁热把它们腌入加了白醋、砂糖和盐的调料里，放冰箱能保鲜1个月。健太专门做了饭团，还做了好几种味道的。他说这是因为不确定千寻喜欢哪种馅。你们真是啥都不知道就结婚了呀？是的，所以我很期待慢慢更了解他。千寻说他喜欢吃鲑鱼馅的饭团，健太立刻就递给他。米饭香甜，里头的馅也很美味，尝到爱人专为自己准备的美食，真是一种幸福。等到别人都离开后，健太突然跑到东京向千寻道歉。千寻其实一点也不苦恼，反而挺高兴的。她早就盼着把这个闪婚的老公介绍给大家，只是新干线最后一班车马上就要开了，健太得坐车回静冈去了。千寻找借口去便利店买冰激凌，就带着健太一起去车站。谈到他以为婚姻快完了，他做了个很甜的动作，让健太感觉很安心。突然的吻让健太睁大眼，这一刻他眼中的千寻超级可爱。下次见面他们会尝什么好吃的呢？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女孩和这个30岁男士认识不到10天就去登记结了婚，虽然俩人没住在一起，目前关系仅限于亲脸颊和牵手。因为是异地夫妻，所以千寻几乎每周末都乘坐新干线去见她的丈夫健太，只为了和最爱的千寻享受美味的烧烤。健太每周一开始就特别卖力工作，周一标志着周末的倒计时了。周一来还有4天就能见到千寻了，但这周有点特别，他得去东京找千寻。都怪我，太太最近工作挺忙，一说到太太就脸红，该改这毛病了。健太说的对，公司新的项目让千寻负责，因此他需全方位控制进度，这让他工作量大增，每晚都加班到很晚才回家，饭都是便利店泡面和便当。周五晚上，健太在整理行李，准备第2天去东京。他从视频中看到千寻很累，千寻还希望他到东京帮忙做饭，健太看的心里很是难受。他回想起上周道别时千寻在他面颊留下的吻，这让他更决心要好好照顾千寻，所以他第2天就把家当搬去了东京。可惜的是，尽管到了周末，千寻还得加班。健太想给妻子做点好吃的，把卷心菜和苏子叶切成小块，将150克猪肉绞肉放入碗中，添加酱油、土豆淀粉和鸡精，再放些生姜泥、胡椒粉和盐调味，细细揉搓至面团有弹性。此刻千寻坐在电脑前工作，闻到厨房飘来的香气，原来是健太在做鸡汁蛋花汤，既美味又营养，非常适合帮千寻补充能量。千寻想要调整一下心情，提议和健太一起准备午餐。他们坐在餐桌旁，这种夫妻一起下厨的场景让健太觉得特别幸福。他准备用刚揉好的馅料来包饺子，先在饺子皮边上抹点水，让它更粘，然后拿勺子舀一勺馅放在皮上，再把边缘捏紧，弄出漂亮的褶。千寻第一次在家试着包饺子，健太耐心地教他包的方法。健太还说，他虽然很爱做饭，但大多是自学成才的，这比买的饺子皮要好些。他认为自己做的饺子皮最好吃，如果自己动手做，就得把低筋和高筋面粉加盐混合，再倒入热水仔细地揉成面团。不过他不太明白别人说的面团要揉到耳垂硬度的感觉，因此一直没能成功自制过，只好去外面买现成的饺子皮。包好的饺子放进平底锅，加油煎，底部略微焦了就加水，锅盖一盖，半煎半蒸，直到水分快干，饺子底部如冰花般就大功告成。我开始吃了，千寻尝了一个，味道清新，配柚子醋正好，一口让他笑逐颜开。健太就是为了见他这小，才能坚持整周努力工作，边吃饺子边加米饭，再加上那香浓的鸡汁蛋花汤，身体马上就感觉暖洋洋的。虽然这些菜很美味，但健太提醒千寻别吃太饱，因为他还准备了每个人半个皇冠哈密瓜当甜品，如此一来刚刚好，用勺子挖着吃真是享受。健太清盘的时候，千寻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自己那晚亲吻健太脸颊的情景，于是轻轻呼唤健太的名字，然后把头发掖到耳后，感受着这份气氛。健太以为今晚可以亲吻妻子的唇，但其实千寻只想让他摸摸耳垂，这样他就能感受到和面做饺子皮该有的软硬。健太颤抖着触摸千寻的耳朵，脑海中却一片空白，完全摸不着头脑。千寻跟他说，家里没有客人用的床和被子，健太就主动要去沙发上睡。其实千寻想表达的是，家里只有一张床，然后就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，氛围刚好。健太却突然提到千寻的工作还没做完，瞬间让那温馨的浪漫气息全没了，最后只好露宿沙发。直到那一刻他才反应过来，千寻之前的话是不是在暗示他一起睡卧室，毕竟他们都已经领了证。他小心翼翼地走向卧室，想确认千寻是否还没睡，正等他，结果发现
他的妻子已经熟睡得很。那晚千寻睡得特别安稳。第二天一早，健太就在厨房忙碌做饭了。想到千寻睡觉时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的样子，健太决定今天做的菜也要做成卷的形状再去口。他把制瓜竖着切成4份，芦笋的底部1/3削去硬皮，明和对半切开，接着用撒了胡椒盐的猪肉片把这些食材包起来，放在平底锅里煎到金黄。过程中要注意翻转，不需加调料，直接吃原味就超美味。蔬菜吸油后更是香甜，再搭配热乎乎的白饭真是绝配。原本周末还能再享受一天，可是千寻的工作突然出问题，他不得不去公司处理。不过好在健太对此并不介意，待到下班10天已黑。为了多陪健太一会儿，千寻小跑着赶回家。可惜回到家时健太已经不在了，桌上他留了晚饭和便条，他吃着微凉的饭团，里面是他爱吃的鲑鱼馅。千寻感觉得出健太真的很在意他，他总能记得他的每一个小细节，这样只能周末见面的生活他开始觉得不够了。要是白天那句话说出来就好了，下次见面我们一定要一起在卧室睡觉，真想快点见到你，健太先生。认识还不到10天，美女千寻就和30岁的健太结婚了。其实他们2个已经领了2个月的证，但至今未曾同床共枕。由于异地工作的关系，他们每周只能周末见面。这个周末千寻又坐新干线来看健太。午饭后健太去洗车了，千寻洗碗时不小心打破了盘子，正要捡碎片，结果手指也被割伤了。健太听见声响立刻赶到厨房，看到心爱的老婆手被割伤真是心疼，立刻拿创可贴给千寻包扎，还主动提出来洗完剩下的碗。但千寻突然叹了口气，然后严肃地站起来说想尝试一件事，那就是亲自点燃火炉。他戴好了防烫手套，按照健太的方法，首先要放火柴，然后把小木炭围在火柴周围略微堆高，但不要完全盖住火柴，要留出空气可以流通的地方，然后用打火机点燃。火苗上蹿到木炭时，再加大块木炭，用扇子助力让火更旺。健太对千寻的生火技巧赞不绝口，完美的100分。既然火旺，咱们烤点甜食吧。把苹果心挖掉，切勿挖穿，洞里加入白糖、肉桂和黄油，然后用锡纸包好，放入炭火中烤。烤的时候别忘了偶尔翻一翻，20分钟后就能享受到香软可口的烤苹果。在等待时可以用香蕉再做个小菜，轻轻切开皮，直接放在烤架上，烤至表皮黑了就好了。烤香蕉发出的香甜味真诱人，再撒点糖和肉桂，味道更佳。虽然外观不怎么样，但烤过的水果超级甜。健太说他永生难忘，这种甜美的滋味太好吃了，千寻小姐简直是天才。2人边吃边聊，千寻说公司同事都了解他的为人和作风，只有健太知道他平时在家什么模样。当直男健太脱口而出，觉得千寻做事很拼，但太认真到有点麻烦。这话只有他会说。麻烦？不是的，我是觉得你这样也挺可爱的。显然千寻没因健太这番话开心起来，他起身说想自己静一会儿，叫健太别跟着。千寻走到河边，他知道自己懒惰不太会和人相处，但健太也不应该对他说这些难听的话。这时健太在家转着手机，不知道要不要打电话给千寻，他犹豫得很。千寻在河边坐到天黑，他想起几个月前的事情，向健太求婚的那一刻，他抬起左手透过夕阳查看，竟发现创可贴正好贴在戴婚戒的位置。天色渐暗，他缓缓回到家中，看到健太已在院子生起了火，原来他正添加炭火，是为了保持千寻午后生的火不灭。千寻递给健太一块肉，他刚从商店买的，虽然是半价，但肉质鲜嫩，非常值得。端起健太烤的肉，千寻说：刚才真的很抱歉，刚听见健太说我挺麻烦的，感觉很难受，而且健太说的也没错，所以我就更加伤心了。纵然他突然一个人跑出去，这样做也显得不够成熟，因此他在河边仔细反思了一下。健太不认为千寻不成熟，反倒觉得是自己没顾及到千寻的感受，随便说话才得道歉。我们俩互相鞠躬，挺滑稽的，画面倒是挺好笑。这似乎是咱们夫妻首次吵架呢。原来夫妻吵架竟这么回事，2人看起来都有点茫然。虽然外人可能觉得吵架不好，但健太感觉这是关系更进一步的关键，能吵架就说明双方更坦诚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千寻也感觉挺有道理。然后2人和好如初，一起吃起烤肉。健太的样子还是像初次见面那天，不停地给千寻加肉。那晚千寻决定不急着回东京，就暂住在健太家里。健太想趁机买戒指，他打算挑选最适合千寻的美戒，但千寻更希望得到和好的拥抱，比戒指还要珍贵。他走到健太面前，伸出手，2人的动作显得有点生硬，但感觉真的很甜蜜。
在这美妙气氛中，千寻正想吻健太，却被他推开了。这是为啥呢？这对小夫妇虽进展缓慢，但他们都在深情的相爱。大家慢慢期待他们的幸福吧。新婚2月的小夫妻还没共用过卧室，漂亮的千寻想主动吻健太，却被他惊慌地躲开了。稍等，自结婚起，两人因工作不同的，周末才能相聚。这周千寻终于能留下来过夜，健太已经弄好洗澡水了，但千寻因被拒绝感到伤心，完全享受不了泡澡的乐趣。健太对刚做的事也很后悔，所以哪怕工作日他也提不起劲。同事们觉得他肯定是和妻子吵架了，如果真是这样，就得准备顶级烤肉修复感情。等到周末见面时，健太特意准备了2块岩盐板，这2块是从大岩盐里切出来的。他今天准备用这岩盐板烤肉招待千寻。他特意挑选的肉，雪花纹超美的嫩尖里脊，肯定价钱不菲。看到千寻那么兴奋，健太觉得他可能没在意那晚的事。老实说，他确实松了口气。用岩盐板底烤肉，可以免去调味，烤的时候肉会散发独特香味。嫩尖里鸡烤过了会变柴，只要外面熟透即可。用剪刀剪小块肉，稍微再烤一下就能吃。真不愧是高档牛肉，真是一吃即化。选用后切确实正确，加了岩盐板，赋予牛肉刚好的盐味，完美衬托出肉的甜味。两人边吃牛肉边喝冰啤酒，谁料不知从何时起，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默默关注着他们，正是千寻的父亲。他来探望千寻婚后的生活如何，看见以前娇生惯养的千寻，现在已经会生火做饭了。老父心中满是欣慰，露出了笑容。健太热情地请岳父一起加入烤肉，可惜高级的嫩尖里脊已被享尽，家中的冰箱里只剩鸡胸肉了。恰好岳父带来了烧酒，他打算用鸡胸肉做一道配烧酒的清新小菜。鸡肉切成块后串在竹签上，再将其放在岩盐板上缓缓烤，切碎一些紫苏叶。鸡肉串熟后，每块鸡上都抹上梅肉酱，再撒上切好的紫苏碎，这样一道紫苏梅酱鸡肉串就完成了。岩盐板的咸味简直完美，配上紫苏和梅酱，味道真清新。可能是烤的方式使然，鸡肉特别嫩，但千寻觉得这串鸡肉特别棒，还因为是他最爱的健太亲手做的。听到妻子和岳父的夸赞，健太乐得合不拢嘴。之后他们用烧酒配气泡水，加了好多冰块享用，酒粕味道香浓，口感顺滑，再搭配烤鸡串，简直是夏日的完美组合。吃喝饱足后，千寻就在门口睡着了。整理东西的活儿全落在了健太身上，但健太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因为几乎每个周末千寻都会坐新干线来看他。平日里忙于工作还得加班，实际上千寻更累。他望着千寻熟睡的脸庞，爸爸突然想起千寻小时候的样子，那个可爱的小东西现在竟然已经结婚了。他提到千寻的妈妈早逝，自己又常因科研忙于大学，导致千寻以前的生活挺孤单。现在见千寻和健太这么幸福，他忍不住感动落泪了。谢谢你，健太，我再次拜托你，请多关照千寻。他们俩忍不住紧拥而泣，激动的哭声把熟睡的千寻吵醒了。千寻说他想喝咖啡，这次爸爸说要亲手给他泡，用这种方法泡的咖啡特别香，对千寻来说这是父爱的味道，以后想念这个味道，他就会回家看望爸爸。爸爸晚上才离开，健太在院子搭了家庭影院，还用圣炭火弄了一锅爆米花，热乎乎又甜甜的小吃。女生对这个真是没啥抵抗力。那天晚上的事你还挂心吗？健太终于说出了心里的秘密，那是健太中2的时候的事。常在图书馆碰到的学姐突然问他能否接吻，健太那时挺喜欢她的，所以就答应了。学姐说喜欢他，但暑假一开始他就没再见过学姐。从那以后健太不懂怎样跟女生相处，青春期的困扰陪他到了30岁，直到遇到千寻，他的每一天变得幸福，但同时担心幸福会消失，这让他感到不安。千寻说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痛苦，他最爱的人是健太，所以他绝不会悄悄离开健太。在这样的静谧气氛中，两人最终表达了彼此的爱。虽然花了不少时间才达到这一步，但只要幸福就够了。夏日傍晚的炎热，和恋人坐在窗边，边吹电风扇边吃冷西瓜，听着树上蝉鸣和窗边风铃的声音，有什么比这更加惬意幸福的吗？30岁的健太和交往不到10天的女友千寻已经结婚2个月了。健太今天上班的状态比往常更加兴奋，因为从今天起，他心爱的妻子千寻将开始10天的暑假。这10天他会一直陪在他身边。终于熬到下班了，能见到漂亮老婆在门口等的画面，谁能不心动呢？特别是像健太这样的爱妻狂人，简直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。第2天一大早，健太准备出门上班，千寻穿着围裙送他，还给健太带了份自制便当。健太乐开了花，保证下班就火速回家。他正要离开，
千寻忽然又喊住他，他问健太是不是漏带什么了。健太一个标准直男，摸了摸口袋，我真的不想上班了。天哪，谁能想到结婚竟如此甜蜜？如果婚后生活都这么甜，我愿意再婚几次。健太一到公司就把便当放冰箱里了，还贴上了很多便利贴，以免被人拿错。一有人好奇想看里面，他就会立刻从座位上窜出来，阻止任何人那只罪恶的手触碰他宝贝的便当。健太对千寻第一次做的便当满怀期待，好奇里面有些什么好吃的，是不是章鱼热狗，还是柔软的煎蛋卷呢？同事被健太那迷恋的眼神逗乐了，他今天肯定没法好好工作了。转眼已是中午12点，健太兴奋地打开便当盒，这氛围连旁边的同事都感染了，大家的呼吸都变得紧张。但打开一看，只有满盒米饭和一片海苔，海苔上刻着辛苦了几字。即使这样，健太还是觉得千寻做的便当真亮眼。健太大口吃了起来，即使只是买来的紫菜和普通米饭，但老婆一做就不一样，怎么感觉这么好吃呢？健太马上在米饭里发现了蒲烧鳗鱼，没想到千寻这么低调的做便当，对健太来说这简直是高雅克制。从今天起，老婆就是他的女神了。一到下午5点，健太就速度回家，一回家就跟千寻炫耀自己把便当吃得一干二净。千寻说晚饭后还有意外惊喜，真没想到他给健太准备了特甜的西瓜。在日本，大西瓜的价格真的很贵。千寻小时候就有个梦想，那就是有朝一日能整颗买下大西瓜，所以今天看到车站前超市西瓜打折，他就大方地买了1颗，骑车带回家。这决定真是太对了，夏天就得吃冰西瓜才爽啊！健太为了接待千寻，特别准备了烟花，两人伴着月光在院子里放烟花。正是这些小小的幸福让人感到快乐，他们每天都过得很充实。一眨眼，千寻的10天假期已经过去一半了。健太问千寻想在院子里做点什么，果然还是最想享受烧烤和冰啤酒。老婆的愿望必须马上满足。两人除草后，千寻就在客厅睡了。健太抓紧时间准备烧烤，往盆里倒入猪脚肉，加食盐、糖、胡椒和牙买加胡椒，还有肉豆蔻调味，最后放几块冰块，用冰块来冰镇，边冰边用手拌匀猪肉和调料。注意操作过程，确保肉馅温度不超过15摄氏度。拿出泡冷水15分钟的羊肠皮，将肠衣小心套在花嘴上，缓缓将搅好的肉馅挤进肠衣，把做好的香肠放入70至75摄氏度的热水中，煮20分钟即成。这时候千寻醒了，正好两人可以享受烧烤时间。煮好的香肠用签子弄成棒棒糖形状，再放烤盘上慢慢烤至表面微焦，配上冰啤酒，成年人才懂得快乐。我开始吃了，烤香肠皮儿酥脆，里面多汁爆浆，再来一口冰镇啤酒，这才是夏日的最佳享受。为了千寻那幸福的笑容，健太什么都愿意做。千寻建议院子里种点香草，这样做菜时就更香了，可以直接拿来用。但是健太突然想起，要是这样持续下去，周末就没什么特别的了。毕竟自从上周初吻后，他们的关系并无任何突破。他不想让暑假就像小学生的作文，光是除草和吃饭。一转眼千寻已经灌了2大杯啤酒。健太知道，只要床铺不好，千寻马上就能睡着，还会把被子卷成一团，这样肯定没啥进展。千寻小姐，要不一起去旅游吗？这对新婚夫妇去了温泉酒店。这集甜到爆炸。因工作在不同地方，健太和千寻每周只能见1次面。好不容易等到千寻有10天暑假，健太决定带千寻去旅行，这是让他们的关系大步向前的机会。他们第一站是一条小溪边，显然这里和健太预想的旅行地点有些不同。一到那儿，健太就迅速搭好帐篷，紧接着开始生火。千寻则把几个西红柿放进冷冰冰的溪水里，然后主动帮健太抹防晒。健太觉得时机到了，也想帮千寻涂点防晒，却没想到千寻在家就已经涂好了。接着他们开始准备食材，将芹菜、胡萝卜和彩椒全部切成条状，将牛奶、橄榄油、味增和蒜蓉混合后，搅拌均匀后制成1碗酱汁，加热一下，防止牛奶结块。这样一来，热蘸酱沙拉就做好了。因为千寻不爱吃生胡萝卜，所以健太特地把胡萝卜煮熟，清新的口感带点味增酱的浓郁，作为吃烤肉前的开胃菜正合适。烤串在炉上也快烤好了，这么大的一串似乎吃一个就饱了。健太这次调味只用了简单的香料和盐，这样更能凸显食材自身的味道。猪五花的油脂浸透蔬菜，吃起来二者完美融合，丝毫不觉得油腻。再配上先前在溪水里冰镇的西红柿，真是夏日里的完美搭配。健太真的不想这样美好的时光就这么结束，所以他又折了个锡箔纸盒，准备给千寻做他独创的拿手好菜
炒面，盒子置于炉上，加热后倒入芝麻油烤猪肉，肉变色后加入切好的卷心菜，接着是炒面的关键步骤，先加出煎好的肉和菜，剩余油煎面条，加调味料，肉和菜重新放回，一起翻炒至均匀。千寻迫不及待尝了一口，口感真的挺好的。经过无数次试验失败后，华终于找到了最佳口味。假期似乎快结束了，按照计划，明天晚上千寻应该回东京准备上班，但健太实在舍不得，因此一直心情低落。洗碗时，他告诉千寻不想回家，他原本打算用这10天假放松一下，和心爱的老婆增进感情，觉得可能会有些小状况，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，不愿那么早就回家。我们俩想法完全吻合，于是决定今晚留在附近的温泉旅馆。饭店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满桌美味佳肴，但千寻拒绝喝啤酒，怕喝了酒直接倒头就睡。这样一来，两人又没什么进展。吃完晚饭后，两人各自去泡了温泉。这种紧张是他们人生中头一回。千寻回房间，健太已经铺好床，他坐在地上等他。那我们就睡吧。结婚已经超过2个月了，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同床，但这气氛谁能睡得着？两人间还是千寻更主动些，渐渐地走到了健太旁边。他提出了一个小请求，就是希望健太能摘下眼镜，别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他。如果不戴眼镜，我只能靠得这么近才看得见。第二天早上，健太一醒来，脑海中全是昨天西边的烧烤，还有同住温泉旅馆的快乐时光。想到昨晚的浪漫，健太忍不住笑了。千寻其实已经醒了1小时，就静静地躺在旁边看着健太睡。他在心里想，自己真的很喜欢健太，我的心都要融化了，这也太甜了吧。把大块的牛肉放在炭火上稍微烤焦，再慢慢隔水炖煮在密封袋里，这样牛肉的熟度就完美无比了。结束了10天的暑假之后，千寻拉着行李箱回到东京的公寓。房间空着，没有健太陪在身旁，他只能不停翻看两人的旧照，回忆共度的美好时光。这是他许久未有过的愉快暑假，但因为放了10天的假，工作堆积如山。从明天起，他得加油赶进度，他们只能下周末才能见面。但千寻感到有点不自在，因为健太似乎变得更粘人了，即使在工作中，他也不停地给他发消息。不看手机几小时，健太发来的消息积累已超30条。千寻明白健太这样做的动机，是为了维护夫妻间的密切联系和安全感，但这让他感到有些难以应对，因此他回复消息的频率逐渐降低。2天后下班晚上，他惊讶地发现健太在公司楼下等他，这样的压力令他不禁轻叹。健太说他因为千寻总不回消息，所以很是担心，于是下午请了半天假，坐新干线直奔东京。我先为不回消息向你道歉，真抱歉让你这么担心。听到这，健太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么粘人可能让千寻烦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确实有点烦，不假，但这不是重点。千寻承认他真的很喜欢健太，还希望能多和健太相处，但健太也得明白，他不喜欢别人对他抱有期待，也害怕别人总是关心他的事，随意塑造出一个理想的千寻。因此他觉得还是应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健太也承认这几天自己太冲动了，此刻两人的气氛稍显尴尬。千寻饿得肚子咕咕叫，打破了沉默。他提到午饭只吃了个能量棒，于是作为贴心老公，健太立刻起身准备做晚饭。他在冰箱找到2份冻米饭，说能用这个做最美味的饭菜。先在微波炉里解冻米饭，然后把米饭打散，加入酱油和味榄拌匀，用手捏成3角饭团，再放进涂了芝麻油的煎锅里煎，在饭团上均匀刷上酱油，让它表皮变得酥脆。饿了一整个下午的千寻咬下美味的饭团，立刻笑了起来。原来他的心早就被健太抓住。那一刻，健太倾诉了心声，他日思夜想，只因深爱着千寻。对他来说，与千寻的每一刻都是青春最美的时光。这段异地恋让他深感相思之苦。经过10天的共处，戒断症状特别明显。眼看新干线末班车时间快到，健太焦急地塞下最后几口饭团，立刻起身准备离开。千寻赶紧叫住他，展开双臂，渴望获得健太的一个拥抱来充电。这么可爱的老婆要个拥抱，哪个老公能拒绝呢？看来两人之间的误会解决了，又恢复成甜蜜的模样。第2天上班时，千寻向领导福建小姐提出辞职，想成为独立设计师，这样他就不必独自住在东京了，可以搬去和健太同住。周末他带了许多行李过去，还包括了一些食材。他主动想给健太做顿饭，而且全程的亲手来做。首先取出解冻的常温牛臀肉，牛肉渗水就得用厨纸赶紧擦干，烧一锅水，同时用盐和胡椒给牛肉腌一下，
时间差不多，就把牛肉放到炉子上烤，烤到每面都金黄，再把牛肉放进密封袋，抽掉袋中空气，制成真空状态。接着把袋子放入刚熄火的热水中，静置20分钟。千寻在院子里忙碌，健太趁机在厨房煮了一锅杂菜汤，牛肉切成薄片，恰好熟透，香料的分量也正合适，直接吃也是香味满口。要是能配点红酒就完美了。看见太吃得这么香，千寻也放心了，这说明他能承担做半粥饭菜的任务。所以下月他将会搬来同住，以后每天都能跟健太在一起。听到这消息，健太乐的嘴都合不拢了，像小孩子似的满院子乱窜。看完这集后，我又一次坚信爱情了，实在是太甜了。转眼小夫妻的火烤新婚生活已经迎来了大结局，真的好舍不得。但好消息是，健太和千寻这对小夫妻终于不用异地了，能一起幸福的生活了。利用周末时间，健太跑到东京帮千寻打扫，租来的公寓彻底清扫一新，所有东西都已让搬家公司运到静冈县去了。望着陪伴多年的小屋，千寻心中不禁生出依依不舍。他回想起半年前的自己，每天晚上加班后只能靠泡面解饿，没朋友也没爱好，回家就跟智能机器人聊天。想不到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公。有次吃饭时，他看到了一个恋爱软件广告，千寻想换换口味，就试试看这软件，要是觉得不对劲就马上退出。真讨厌，挺吓人的。不过交友软件都这样吧。看着软件上匹配的几位男士，千寻随意选择了一位开始聊天。这位就是30岁的单身汉健太。两人首次约会的那天，千寻在咖啡店门口碰到正要走的健太，幸好及时赶上，不然就错失后来的幸福生活了。那天下午，健太带千寻去了他常去的烤肉店。聊天时，千寻觉得健太的性格和自己挺像的，感觉健太特别诚实，他很想跟他聊更多。但很快健太就注销了交友软件。千寻疑惑他是不是已经开始和别的女生约会了，口是心非的说不介意，实际上千寻的不满都用吃来发泄。他抱着一大碗米饭狂吃，我本来就单着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即便这样，千寻仍然感到很烦躁。他接着自己去了烧烤店，点了许多顶级双酱牛肉和一大碗米饭，一个人大快朵颐。但晚上回到那空荡的家，一切看似如常，内心却涌现出孤单的感觉。这时千寻才明白，他已经开始喜欢上了健太。回忆至此结束，千寻看到面前的健太，忍不住笑得眼睛都弯了。费了很大劲，终于搬家完成了。千寻和健太的同事们都将前来庆祝，因此他们决定提前准备明天的食材。首先把鸡翅放入密封袋中，加入盐、胡椒、蒜泥、姜泥和卡宴辣椒调味，挤出袋中空气后密封好。仔细把调料均匀涂在鸡翅上，再把它们放进冰箱腌制。水牛橙辣鸡翅的准备就完成了。第二天，大家在院子装饰彩旗，摆好桌子，点燃炭火。三船同事还带来了一大箱新鲜海鲜。福建小姐和户田先生带来了红酒和芝士。不用等，我们开始烧烤吧。首先把腌好的鸡翅烤到8成熟，然后涂上奶油辣椒酱和番茄酱，把酱汁加热至起小泡。鸡翅烤好后滚一遍酱汁，这样一来，水牛橙辣鸡翅就大功告成。大伙儿坐一圈，共享佳肴美酒。如果鸡翅太辣，健太还配备了含酸奶、蛋黄酱、柠檬汁，加上洋葱碎和黑胡椒的特制酱。想要增添风味，可以加入蓝纹芝士。小火热至芝士融化。鸡翅吃完，大家在一起烤蔬菜和海鲜。首先是一锅意大利风格的水煮鱼，还有健太提前准备的乌龙茶冻。因为果冻不太甜，大家可以自己加炼乳，调整到各自喜欢的甜度，味道真是清新，而且每一口都能尝到乌龙茶的芳香。等客人们都走后，天色已是黄昏。千寻与健太坐在院子里，回忆着以往的种种。第一次来这小院子时，火堆正旺，那时健太正蹲在那根火说话。想起这半年，他们一起烤了好多食物，现在不用再管新干线的回程时间了。谢谢你出现并与我结婚，我更应该感谢你，千寻，你是我生命中的光。原来0日交往也能结婚，不是没可能，遇到合适的人，也能拥有这样甜蜜的生活。